Hello，大家好，今天是10月1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别看美股大跌震荡，市场的赚钱效应却并没有减少。HMS 当日飙升16%，告诉我们应该轻指数重个股。看来70的目标价位很容易就会达到。特斯拉正在关键的位置盘整，它的下一动作将决定波段能否延续上涨。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那么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41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我们第一部分还是会讲到有关于指数的市场观察。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一个晕线的组合，通过晕线的子线和母线的上下沿是被突破还是跌破来判定方向。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新的，叫做决策假阴线。这一根假阴线我们怎么用它来去观察后续市场的一个方向的抉择，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 K 线知识。在第二小节还是会讲到有关日内今天的支撑和压力位，短线应该注意哪些价位。在后续的个股当中，我们每一只标的也会讲到有关今天要关注的支撑和压力。对于指数环境有了一个明确之后，我们再去看到第二和第三部分有关个股的解析。阿哲还是会讲到有关特斯拉、HMS、APP、英伟达、博通、AMD、Circle、皮尔提亚、Coin、TR、科威、苹果、FIG、阿斯麦、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依旧产生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第一次观看阿哲视频，您会发现阿哲视频当中所包含的标的是比较多的，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感兴趣，或者说都有关注，所以阿哲把每一个内容的时间轴都标记好了，都分了段落。您点击下方的这一个三角按钮，就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分段，能够最直接看到您最想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解决您的部分烦恼。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叫做决策假阴线。那么何谓决策假阴线呢？它是一种特殊的阴线，它的表现在于市场是上涨的，收盘比昨天抬高，我们为上涨 K 线，但是它当天的收盘价却是比开盘价要低，所以收的是阴线。那么这种上涨的阴线它就叫做假阴线。而所谓决策假阴，一般我们更希望它当天底下的成交量能够有所放量。那么越是明显放量的假阴线，我们越能够认为它为未来我们的方向能够提供一些判定。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图表。那么在图表当中有哪些地方可以称级为决策假阴线呢？昨天这一根肯定是因为底下的量能有明显的放大，这一个量能呢比之前这一根大跌石头的量能都要高。我们说当时这一天呢叫做长阴短柱，大跌的时候没有放量，当时这是不正常的。好，那么决策假阴线假阴出现的时候有明显的放量，这也是要去关注的。那么决策假阴线怎么去研判后续的方向？在短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天它也是放量的假阴线，那么只要后续的价格不跌破它的实体下沿，也就是说阴线的收盘价它只要不被跌破，而是能涨上去，我们认为短线依旧能够看涨。所以像这一个假阴线以及呢后续你所看的这一个放量假阴线它们都是后面没有跌破实体下沿，突破它的一个开盘价，那么短线依旧看涨。而像前期的这一个决策假阴线也是放量而收假阴，它的一个开盘价没能被涨上而后它的收盘价呢被后续跌破，这种在短线当边上涨之后出现决策假阴而后被跌破，这种风险性呢就会大很多。所以像以上所标记出来的放量的假阴线，在第二天或者说在短期内能够再次被收盘价给突破它的开盘价，那么以阳线账上，我们认为后续价格能够继续的看涨。那么当下最新的行情就是一根放量的决策假阴线，量能呢还比较不错，所以用它的一个开盘价和它的收盘价做一个标记。后面如果收阴线跌破它的收盘价，不出现重新站上的情况之下，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它会往下去试探支撑。这个支撑呢有一个关键支撑，就是前方这个下影线区间以及大 K 线我们母线的低点。这两个呢将是后续如果决策假阴方向选择短期向下会去考虑去触及的一个地方。而反之，如果决策假阴后没有收盘跌破它的收盘价，而是阳线突破它的开盘价，那我们认为方向性将往上去看，看哪里呢？可以先看到母线的影线区间，这是另外一个压力位。如果后续能够涨上，那么我们继续
延续趋势、延续看涨，而脱离反弹的判定。所以这是通过角色假阴线，我们比较简单能够去对市场有一个偏见，有一个规划，跟踪它的趋势。而现在我们再看到第二部分，叫日内撑压红绿灯的一个内容。那么所谓的日内撑压，就是阿哲呢每天在盘前都会给到各位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个数值。通过这一个支撑和压力，短线上你可以对于多空有一个明辨。我们看到左侧的图板，左侧呢是一则信息，是阿哲呢每天盘前都会去书写的一个盘前广播内容，对于市场的指数和个股有一些跟踪。如果您是一位订阅粉丝观众，特别是今天观看视频后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呢作为订阅粉丝同学，至少会有1个月的时间能够免费收到阿哲的这条盘前广播信息。您去找到助教老师，而后领取即可。在盘前当中，阿哲会给到有关于指数的一些判定。那么昨天我们重新也讲到了一个晕线和假阳真底的一个结构。不过目前市场呢，晕线没有上破，假阳真底没有买点，所以整体方向还处于震荡。所以我们通过角色假阴线再去做一个进一步的研判短线的涨跌。所以指数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呢，我们在个股的跟踪当中呢，也可以花费更多的一个精力去看一下个股行情。像 HMS， 我们最近呢是不是也基本都是在波段的多头当中去跟踪的？阿哲在昨天的盘前也讲到了 HMS 呢，它虽然最近在调整，但是砸盘的可能性是更大的。整体来讲 53.02 不去跌破，依旧作为波段看涨，破了再减仓，不破呢依旧看涨。昨天也出现了单边的一个16%的涨幅。而除此之外，我们的第三部分就是关于指数和个股的一些点位。阿哲平时会给到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3只标的的关键高点和低点的撑压。那怎么去用到这些数值呢？其实很简单，您看一下收盘价，当天的收盘价和阿哲盘前给到的数值您对比一下。如果收盘价站在高点的压力之上，说明短线是强势的，收盘站上突破压力，短线的多方依旧保持强劲。那么阿哲会在 K 线底下呢标记一个绿色的颜色，阿哲称其为绿灯。反之，收盘价如果跌破低点支撑，那么就说明空方强势跌破了关键价位，那么阿哲会标记一个红灯的 K 线。在行情走势当中，如果市场保持每天的绿灯，保持强劲的上涨，那么短线就没有问题。如果转为红灯，则小心空方的反扑，有可能是上涨当中的回调，甚至是转向的机会。所以绿灯的时候呢，短线保持看涨；红灯呢，开始要进入防守，开始注意小心和获利兑现。我们一般用红绿灯指标是希望能够把握到类似于这种短线的单边行情，然后在转红灯的时候去减仓，去部分的获利。而出现绿灯时呢，我们再去保持看涨，在红绿灯转换震荡的时候呢，再去减仓。像近期呢，是不是又出现了红灯绿灯红灯绿灯的走势？市场呢，其实整个区间之内还是保持震荡，目前已经没有像这种单边的强势的行情，短线做多呢开始变得有点困难。如果你的标的在当下依旧随便操作，在分化的市场当中，你可能也会出现要么同步的震荡，不好去操作短线，要么呢你可能股票会很强或者说很弱。所以目前的市场就是指数震荡而个股分化，所以这呢是一个不太好操作的一个市场，跟之前的单边走势大部分个股普涨的行情已经有所不同。所以在这种震荡之下呢，我们希望有一方的势力开始变强，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它要么是连续的红灯出现，而后从震荡转为下跌；要么是连续的绿灯出现，由震荡转为上涨。而一直保持震荡的话呢，我们可能更多还是要关注个股的走势。当前的行情走势，从红绿的角度来说，指数方面是慢慢的偏向于多头。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是一个绿灯，而后前天虽然是个红灯，但是一根阳线。所以阿哲盘前呢有给到纳指虽然提醒是收在了预测低点之下，是看跌的。但阳线的红灯呢是不作为短线的减仓信号的。昨天是一根阴线，而后它是绿灯，那么这种收阴线的绿灯也不能轻易作为加仓信号。所以当下呢，也就这一天的阳线绿灯，我们作为一个看涨信号，而后2天呢，主要以持股为主。那么阳线绿灯是直线，低点呢作为防守。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最好保持绿灯，而后出现阳线实体。目前是绿灯，所以股价呢在短线上，我们认为多方强势看涨，突破了压力。而今天的预测高点的值是22,962.83，股价收盘在此之上为绿灯，而收盘在这两者中间则为无灯。无灯呢就延续绿灯的方向，就延续看涨。而低点支撑是22,548.94，收盘跌破它则会转为红灯，转为红灯则再次的短线偏空。
所以今天的收盘价最好是在这两个数值之中，亦或者是在高点的压力之上，那么都属于多方依旧占优势，我们依旧往上去看到母线的高点区间、压力区间。而如果今天收红灯啊，跌破了支撑，那么小心了，这里方向将会往母线的低点我们去看。关于这个数值，阿哲每天呢会在盘前写在我们的盘前广播当中。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记得呢每天可以关注一下，这是阿哲呢比较看重的一个短线的风向的一个信号。如果您是新订阅同学，可能还不知道如何找到助教领取盘前广播的福利，那么阿哲呢简单说一下，您可以看一下阿哲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置顶评论是阿哲呢所专门去发布的，在置顶评论中有助教老师他的 Telegram， 您点击那条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而后您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的口令啊，发送2个文字叫盘前给他，他就会告诉您如何在未来能够去看到阿哲的盘前广播。然后这里阿哲需要再次提醒，我们的粉丝福利呢会有2个。第一个就是刚才所讲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另外一个福利是为了大家能够更加长久的去成长，对技术分析能够真正呢做一个进阶的学习。所以福利2是，如果您是爱学习，或者说有那么一个志向，是想要通过自己学习成长，然后用技术分析在股市当中去能够自己分析、自己获利的同学，那么第2个福利可能更加适合你。我们在每周每月基本都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课程，作为内部非公开的，只针对订阅粉丝同学所教学的一个课程内容。像本周呢，我们讲到了4节课程，分别是10月14号开始到10月17号结束。这4节课程呢，讲的都是一些固定的交易模型，那么这些模型所对应的都是不同的一些获利或者说风险的一个地方。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同学，那么有些直播可能您已经错过了。不过您找到助教之后呢，也可以去领取一下本周的一些回放课程，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然后下周的直播呢，可以去准时的参加。这是我们的2重福利，希望对于订阅粉丝同学，您在订阅阿哲起就能够开始对技术分析有一个更加进一步的学习，而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同步的进行。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2部分。第2部分呢是个股解析，对于指数的方向，我们明白目前呢指数大范围是在一个震荡，而短线上呢，哪怕可能有多空的转向，还得要再等一等，去看它的母线高低点的压力和支撑的状况，再选择一个波段方向。那么在这种方向性不明确之前，我们更多可能要关注一下个股的交易，更加好的就是找目前的短线的方向，多头的方向。因为目前的指数虽然在震荡，但是整体短线还是偏多的。我们刚才讲红绿灯时也讲到了这一点。好，那么第2部分，我们看到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在特斯拉的一个股价运行当中呢，我们看到它的图表，在之前我们讲过一个压力位是 462.21， 这个价位目前呢是还没有被突破的。这个价位是怎么来的呢？是前期这一个2浪调整时，我们说过，从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你去测一下它的空间，往上投射1倍空间，你会得到 462.21 这个价位。那么这一波加速的3浪行情到这里呢，开始出现了滞涨。好，滞涨的过程当中，它是会形成4浪的调整，还是会再次的延续3浪的高点？我们目前还在分析当中，还在跟踪当中。之前我们说过，这波下跌它跌破了 419.99， 可以做一次减仓止盈行为。那么如果后续呢，再把这个缺口给完全的填补，收阴跌破，可以再做减仓止盈动作。这一次的减仓可能就要减得多一点了。而如果这里真的是我们所说的3浪高点4浪回调，那么4浪的回调正常来讲是不应该碰到前面这个高点的。所以股价呢后面在调整过程当中，在这个区域之上、区域之中，我们更多是找买点、买入交易的机会。在减仓之后，也依旧呢是等待再次的回调买入，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策略。当然，这种回调的一个区间，它会延续去找新的3浪高点，还是说会延续4浪的调整？我们可能还要去继续关注短线的一个方向。从目前的价格走势来讲 419.99 那么前面的高点这里它呢还具有支撑，它在跌破1天之后呢，第2天直接站回来了，所以这里不是一个有效跌破。而股价如果能重新站上 439.60， 那么这个位置如果有强势阳线出现，其实我们可以认为这里的4浪调整应该还没开始，或者说3浪高点呢还没有明确。接下来我们也看一下它的短线资金和动能方面。我们看到目前的特斯拉的日线图表，
你会发现呢，它当前还是处于一个支撑位上，它这一个飘带为紫色，紫色呢为多方飘带，那么代表是股价回调在此中会有支撑，而价格走势出现了一个阴线的下破之后，第二天走为绿灯，我们说红灯为看空信号，绿灯为看涨信号。那如果出现了红灯转绿灯，那么昨天的看空信号有可能是假信号，有很大机会它是一个砸盘。像前期这里啊，它是一个绿灯转红灯。那么绿转红，则说明昨天有机会是诱多啊，像这里呢也是绿转红，所以2次的绿转红，2次的诱多之后，价格出现了一个调整。目前在破位之后出现了红转绿，那么这里呢就有机会是一个低点的形成支撑的有效。所以我们说过，这个位置它作为一个再次的买点，而下一个加仓点最好能够站到飘在之上，再次出现启动，那么会更好。当下呢还没有产生，市场在这里依旧是一个运线，运线后区间内震荡，方向不明确，所以这一天买进之后呢，它要继续等待，还没有构成新的一个买点。如果趋势能够保持强劲，在这里直接启动，那么最好的下一个买点就是收一根阳线，站到飘带之上。目前的飘带上沿是 435.709 啊，这呢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动作，收阳站上再次加仓。还有一种呢，可能它的砸盘还没有停止，而是会延续，那么这个低点就很容易可能会被破掉。我们说过一个绝处逢生的交易点，就是跌破飘带2天作为一个变盘信号，那么左边又有一个缺口，所以另外一种可能是洗盘会延续往下破啊，破飘带，然后跌破2天到缺口附近寻找支撑，而再次的启动。那么这里呢就有2个剧情，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它直接启动，那么在这里站上；另外一种可能市场相对弱一点，那么特斯拉受所影响，那么跌破2根，然后再寻找低点支撑去启动，这2种呢都能够去接受，都作为波段还有救，波段的上涨还能延续。而除此之外，如果收阴直接跌破缺口，这是一个比较风险的信号，要去在一浪的高点之上寻找我们4浪调整的低点。目前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股价的一个低点支撑是谁呢？在今天我们要关注 430.74， 高点的压力 444.92 啊，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HMS，HMS 在昨天出现了一根很强势的阳线啊，也在市场当中呢构成了运线的上破，运线大阴线高点的上破呢是比较少个股产生的。之前呢博通出现了大阴线的上破啊，目前的 HMS 也上破了。好，这一个上破的动作，同时把左边的这一个曾经的缺口啊都给消化掉了，所以当下的这一个抛压呢，整体应该都已经结束。不过它的突破呢还不是一个很明确的站上，所以这里很容易有反复的行为，然后再去寻找再一次的突破。所以这个地方啊，看一下今天能站得稳。如果今天依旧收一根阳线，在这之上站住，那么可以作为下一个继续加仓的一个动作。而之前 55.52 的低点支撑依旧还是有效的。我们说跌破2根，你除了看飘带的支撑，其实有时候缺口支撑也是可以看的，是吧？跌破2根低点啊为支撑，跌破2根低点为支撑，跌破2根低点为支撑，这个支撑就是我们盘前所讲到的那个价位，不跌破的情况下，股价向上啊，所以这里依旧看涨，这里继续有一个更高的高点，所以趋势呢，我们依旧向上看趋势的上涨。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短线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所看的是 HMS 的一个股价走势，昨天的一个价格启动拉升，量能呢放出了非常大的倍量啊，巨量。好，那么这种量能产生之后呢，因为它又在趋势的低位，所以这里呢，我们认为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资金进场的一种信号。那么价格的一个突破，我们不知道它能站稳左边的一个区间，我们左边所看到这种震荡的收敛状态已经是被突破，所以这上方的影线区间可以由压力转为支撑啊，这个地方如果回踩，在日内可以去寻找一些止跌点去进行一个交易，有可能呢能低吸到一些不错的位置。当下呢是出现了一个由红灯转绿灯的一个动作，不过它的绿灯呢是一个强势的、特别强势的上涨阳线，所以这种绿灯 K 线，你不是在盘中所买进，而是在收盘之后再买的话呢，就比较危险。所以我们更加希望的是，今天再收一根某些关键位置上的回踩阳线啊，会作为再次买进的更好的一个信号。像 HMS 这个股票呢，它其实在日线上，如果不是左侧去买进的话，右侧一旦要买，可能有时候就会是一个高点附近。这也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啊，要么你就做波段啊，买了之后就持有，等待明确的反向信号再去离场，否则短线上可能我们更多要去日内去找机会，在日线上呢，它的短线机会的买点不是很好
每次买了之后都没有出现特别好的一个行情，很多时候都是波浪高点，回落之后的买点呢又不是说特别明确，买了之后可能行情也不多，希望在后续能够有所改变吧，不然的话还是比较难受的，因为它上仓位的机会是有点少，很多买点是左侧走过之后才是比较好的发现点，右侧的买点很多时候还是比较具有欺骗性的，这是 HMS 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的股性还是有点麻烦，它的股性还是挺烦人的。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关注它的一个低点支撑 58.597， 高点的压力是 69.462 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APP 呢，在近期的走势当中，好像在 587.88 寻找到了2次回踩的一个支撑，出现了一个相对向上的一个行为。但我们说这个位置的买点明确吗？其实还不是很明确。从我们的一个股价的运线来看，这是一个母线，这里是个子线，而目前的子线没有上破，选择下破。当下破之后呢，第二天立马又有所修复。所以这个地方的直线没有去有效的跌破，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这里是反弹再收一根阴线跌破止线和 587.88， 那么这个地方很大概率还是要往 507.87 去寻找一个方向的。而当下能不能构成买点呢？不太建议在这里去买进，因为它的信号不明确。它这里是一个连续下跌之后反弹的动作，反弹时呢，左边的大阴线也都没有出现比较明确的阳线去有效突破，而是收了一个10日星。应该算是一个类决策假阴的一个动作，所以这里除非有一根阳线再次仿包，我们去看它能不能突破止线的高点。所以这两个呢，可以作为短线的看涨信号。当没有出现之前，这里还是要小心，它可能是反弹后的再次回落。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所看的是 APP 的一个图表，那你会发现这个图表当中呢，它的一个紫色带又转为了一个黄色带，黄色带呢为压力，而紫色带的一个行进当中，我们会看到它是跌破了一根，跌破两根，我们说破紫色带支撑2天作为关键的信号，前期这里跌破1天之后就站上了，所以这里不能够数1、2这里跌破1根，跌破2根，它的低点作为支撑，它的高点作为压力，所以股价的一个买点。我们这里希望收一根阳线站上，昨天没站上，不能作为买点，站上它的高点初步确定看涨为趋势逢升，而后再需要去突破飘带我们最好是站到止线之上再做加仓，而以这一根 K 线的低点作为目前我们回调买进动作的一个防守位，跌破要离场，小心进一步的下跌空间。所以这个低点呢是 566.9 作为我们的一个防守，而后上方飘带的一个下沿压力，它是 630.96， 这里最好能够直接过去，不要受压。如果有压力，那么这个黄色带就说明空方力量已经开始有一定的主导优势。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597.31， 高点的压力呢是 620.37， 关注这两个点。以上是关于特斯拉、HMS、APP 3只标的的分析。那么接下来第3部分，我们再讲到一些其余的个股。那么这些个股呢，所包含的有点多，所以阿哲呢可能会讲的比较简洁一点。我们会分析一下它的日内撑压点位红绿灯，同时也会跟踪它的中短期趋势的支撑和压力位。那么希望对您能够依旧有所帮助。第一支标的，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行情。那么英伟达的走势当中，它是由一个黄带转为了紫带，而后紫带有所支撑。前期这里是出现了一波回调紫带，而后由下跌走为上涨启动，是吧？走了一波上行。那目前又走了一波调整，在趋势形成之后，我们一般不去预测它是否会反转，除非有明确的信号。目前的下跌，股价的跌势还是比较强劲的，它的止线破了，它的一个母线的低点也出现了跌破，但是不是有效跌破。目前是2根蓝 K， 蓝 K 信号说明股价的下跌，它进入到了短线超跌的范围，而又结合它是一个紫色带。所以目前就属于上场当中，如果是一个回调，它应该进入到了一个回调低位的区间，我们等待确定的买入信号即可。买入信号就是蓝 K 的消失和突破，也就是说股价收盘在它的最高 184.87 之上，我们作为一个买点。而这个买点同时也会回归到我们的飘带之上，那么作为回调的启动信号。目前没有的话呢，就依旧看回调的延续，而不是随便的去抄底买进反包作为买点。我们看到它的红绿灯预测值，因为目前是绿灯转红灯之后的延续调整，看一下何时会转为一个绿灯。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174.77， 高点的压力是 182.35， 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股票我们再看到博通，
博通的一个整体股价运作，我们说过它的关键 K 线是这一根 K 线啊，它是一根光头阴线，光头阴线的高点作为关键的压力位置，而趋势飘带它由紫色转为黄色。我们说，如果是空方强势，它的黄色带应该是有很强的一个压力，而很难去突破，并且突破之后也容易没有支撑回落。但目前它是一个突破之后回踩有支撑，而后反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依旧可以判定它的飘带还是为多方力量比较多，所以它有支撑。目前也重新转为了紫色带，那么验证了我们的一个想法。而当下我们的买点是当时这一天的仿包作为买入，那么除非您的短线交易比较强势，可能日内去回踩去做低吸但这个难度比较大，我们可以等一个阳线的绿灯去买进。目前呢是一个回踩支撑，这个不作为减仓信号。我们的防守位是哪里？防守位是这一根光头阴线的低点作为波段交易的防守。波段交易的低位刚进场时呢，偶尔红灯出现，它不作为减仓信号减仓信号呢，很多时候是波段交易之后乖离发生比较大的时候出现的红灯，要小心。像这种你刚买进第二天是一个红灯，但它没有跌破止损，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没有太多的问题，等待它后续的一个绿灯的阳线出现，我们再做加仓。防守位就还是以这一个光头阴线的低点作为防守即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的一个支撑是349.415，而高点的压力呢是361.31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AMD 它是一个加速的行情之后出现了一个高位的盘整，虽然也有上涨，但是一个股价的上行过程当中，当股价的上涨过程当中，它是一个涨一天退几天有一个上涨回调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下这里呢又出现了一个母线的高点突破，前面也是运线目前母线突破，所以作为呢再一次的调整结束后的一个上涨，你说它可以作为买点吗？可以作为短线的买点，但整体来讲，这里呢也不用说买太多整体结构还不错，但我们因为左边的高点还没有站上，所以这里呢是启动点，那么作为买点。接下来收盘价如果过左高可以再作为加仓，但是整体来讲它还没有回到飘带，所以它的乖离呢修复了一部分大概呢是一半左右，但还存在有一部分乖离所以这里呢我们看涨，但是整体仓位在这种地方的买点呢就不用买太多了，它不算是永回调低位。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29.68，高点的压力是248.16关注这两个点。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Circle 虽然出现了一个紫色带上的回踩，没有出现有效的跌破，但是它还是有点弱不过它的趋势算是一个低位吧，它股价还是在飘带上有所支撑的。这个地方和前面有点类似这里是2天的跌破，我们之前在这里是有过买入动作的做了一波上行。好，目前下行，它这里是不是跌破1天站上，所以这里不能数2天，这里跌破1天，跌破2天。2根里面选偏低的作为支撑，好，所以股价只要不是收阴线把它的低点跌破，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在上方找买点。那买点呢最好是绿灯，而后站在飘带之上的买点。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能出现这样一根阳线，站回飘带绿灯并且在它的一个高点之上，那么继续作为看涨点。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133.53。高点的压力呢是142.05关注这两个数字。而后我们再看到 PLTR 呢有一点不太好，价格走势出现了一个由绿灯转为红灯之后它一直是震荡盘整，而且它一直呢是一个红灯状态，连续的运线，这个地方是运线的大阴它呢比指数提前出现了运线，出现了放量下跌。好，所以价格反弹没破运线的一个高点，回落没破它的低点，它还在这个运线当中运行，要么收盘阳线突破回归上行，要么跌破走出下行，这是一个波动的方向。而从这一根阴线来看呢，你会发现它是不是走一个类似下跌三法，股价阴线破而后反弹，飘带有压力，这里如果再来一根阴线破，那这里是个下跌三法，那么它的一个飘带很容易就要转势了。所以 PLTR 目前呢不作为做多者的一个特别好的参照的对象感觉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这里要小心。而后我们比较好的买点还是等一根绿灯站到飘带之上但最好的还是看这一根大阴之上会好一点，因为这里如果你收绿灯站上，它其实就离左边的压力就近了。一般离左边压力近的这个买点，它不能作为重仓买进的点，它呢只能说小仓位试一下。
但是整体可能要小心压力直接就到了。所以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173.655，高点的压力是181.98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in 的一个整体走势啊，它还是跟Circle有点类似，但比Circle强一些，它的趋势强一些。这一波上涨让飘带呢发上而后有支撑，这波回落虽然比较强势，但也跟前面差不多啊，回调出现了蓝 K 嘛，蓝 K 出现之后呢，你就可以等它蓝 K 消失突破啊去买进，如果能站上飘带之上就更好。好，这里呢又是回落而后蓝 K 有消失突破反包而后看涨。那目前蓝 K 高点是多少呢？昨天的高点是347.828，那么突破反包作为买点。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327.336，高点的压力是342.064啊，关注这两个数值。而后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TR 呢出现了一个下跌反弹下跌啊，这一个行径回到了一个飘带内，这个下跌呢是一个倍量的下跌，3天反弹。这里依旧跟我们的 P2TR 是有点类似的，你要小心它出现再次的破位这根 K 线啊，如果破位，它就是一个运线的方向选择向下。当下止线没有跌破，止线选择上破，并且是绿灯回到飘带之上，所以当前的 TR 我们认为可以作为看涨点，只是左边母线高点是有压力的，这是要小心的一点。而你要以飘带上沿139.812作为防守，它如果在出现绿灯之后，第二天依旧跌下来，而且是阴线实体跌下来，那么你要开始减仓，要小心。可能这里还不是最终的一个买点，毕竟昨天有一个长下影线啊，它的实体比较小，这个地方的买点啊，它的实体涨的权重比较小的这种阳线，它呢就不是很好。我们更希望买到什么样的一个阳线上呢？最好就是这种有实体阳线的啊，这种反包会更好一点。而后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一个支撑是139.36，高点的压力呢是143.08，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扣位呢，在回调之后是盘整震荡，虽然有绿灯，但是是一根什么绿灯啊？是一个收量的假阳绿灯啊，所以这里不构成买点，买点最好是收阳反包啊，而后我们就去看涨。它有一个底分型不强势，所以启动的信号止跌信号它不明确，等一根阳线实体而后为绿灯的买点会更好一点。当然反包直接是阳线也行。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预测值，低点支撑136.83，高点压力是143.89。这里呢是一个回踩飘带，由红灯转绿灯，所以激进的同学这里绿灯直接买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做好防守位就行了。我们这个分型的低点啊，这一天的低点，我们这一天底分的低点是130.3啊，作为防守位，跌破一定要先走啊，等后面看一下有没有绝处逢生再说。下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AP2 是苹果的话呢是破位之后产生了2天的蓝 K， 那么蓝 K 出现的时候，等它消失而后反包，目前消失归消失，但是没有反包，所以等待止线的突破。它的高点是249.69，收阳站上，如果有绿灯会更好啊，而后看涨。当下呢，我们就依旧看下跌反弹，这里的飘带可能会有压力，如果过不去蓝 K， 那么转为压力收阴下跌，这个地方就有可能要转红带，就有可能要由紫带转黄带，那是相对有风险的，毕竟它把缺口补掉，这不是不可能。所以蓝 K 不破不要买进，而后等待它的调整真正出现止跌再说。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248.405，高点的压力呢是252.755啊，目前它还没有绿灯，所以依旧保持小心谨慎。而后我们再看到 FIG 的图谱还是 OK 的，股价一波下跌之后，目前在这里是一个黄 K 后的回调，回调后有一个飘带回踩，并且出现了一个动作，就是底分型，并且它是一个红灯转绿灯，绿灯为反包，底下有放量，所以这里作为一个买点，它作为回调的启动点，这里是一个买入的信号。而后我们的防守位也同样啊，你可以飘带上沿作为防守，飘带上沿是59.752，收阴跌破，那么说明这里没有启动，那么就要止损，就要离场。当下可以看一个向上的动作。当然有同学会讲啊，这个止线破了之后，怎么方向好像没有向下，而是还在震荡啊？因为它的止线和它的低点离得太近了。有时候止线和低点离得太近的时候，你跌破止线，基本就来到了下方母线的低点啊。这个时候
意义就不大。它这一天跌破了低点，但是它没有跌破母线低点啊，所以呢跌破一个支撑，来到下一个支撑比较靠近，所以这里呢还是有反应的，说明母线低点还有支撑。而这个地方往上是不是碰到止线这里有压力？如果这个压力过了，是不是看到母线？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可以看到的空间。继续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62.35，高点的压力66.97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阿斯麦。阿斯麦呢，在回调之后出现了蓝 K， 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也有讲到啊，回调蓝 K 消失突破，所以仿包作为买进。这里呢，目前来讲还算有所盈利，市场出现了一个放量的假阴线，假阴产生，并且回补了左边的向下跳空缺口，这个地方呢，属于有很大概率啊，它是一个回调结束，而后向上要继续新高的一个行情。所以当下是假阴，假阴之后它的实体下沿不要被收阴跌破，跌破开始减仓，而后仿包再次的加仓买进，再次看涨。所以这是目前我们阿斯麦的一个行情走势，还是一个指带上的运行，那么就依旧看涨，指带上回调都看支撑，那么看趋势上行，没有出现明确的下跌信号之前呢，我们整体还是看它依旧目标新高，缺口补了之后，目前在缺口之内震荡，但是它也没有说去有效跌回到缺口之下啊，所以整体来讲呢，可以继续往上前高去努力啊，这个 K 线啊，绝世假阴线不要被跌破啊，会好一点。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预测值，低点的一个支撑是1001.675，高点的压力是1041.135，关注这两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个股票是 Meta。Meta 一个行情走势，它是一个纸带转为黄带，黄带呢开始有压力，那么这里开始就是我们所说的啊风险的延续。前期这里其实也有黄带，但这个黄带呢是没有太多压力，还有支撑，所以当时这里的转势呢没有说成功由空，没有说成功由多转空。但最近这里不太一样啊，它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之后呢，反弹到黄带出现了一个压力，所以当下这里呢在黄带附近在挤压，在压缩，它会不会是一个二次回踩的启动啊？目前还无法去明辨，因为它的 K 线整体震荡，这里呢还没有明确的一个方向性的突破和跌破。但毕竟是空方的飘带有压力啊，所以这里还是小心的。昨天反弹又受到压力，又回落。现在这个黄带的下沿是723.496作为第一个压力，我们趋势的反向最好是能够突破回踩转支撑，再往上看，而后再去看它的一个黄带转纸带，目前是没有的，还是黄带，就依旧呢认为是下跌当中的一个反弹，要小心下跌中的反弹为下降趋势，那么它的低点是很容易啊我们说去被破的。所以在趋势明确的转向之前，我们不去特别提前的去预判它会不会反转，或者说它会不会走为上行突破。而当下的走势就是二次回踩当中，短线是红灯转绿灯啊，所以可以看涨，但是买入的信号不强，因为它是10日新。再看一天，低点支撑是713.53，高点压力是727.92，关注这两个数值，但它不能作为主要的做多的方向啊，没有必要以此作为主要做多的方向。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MSTR，MSTR 它在连续的下跌当中出现了3次的蓝 K， 但是蓝 K 没有被消失突破反包过，而后它也是2次的回踩，还没有破底，没有创新低，但整体趋势呢是对170天均线的有效跌破后啊，反弹不能站回，而后大幅的下跌啊，所以这个位置呢会不会是2次回踩啊？目前还不太清楚，但是整体来讲有蓝 K， 那么说明有反弹需要，但还没有反包，所以还没有启动，没有明确的一个右侧的买点。有的话呢，就是反包这个位置308.88，而后看涨到黄色带，黄带下沿它是324.011啊，这是作为短线的一个区间，但整体肯定也不是作为主要做多标的，因为它的趋势不好。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找一下类似于 FIG 等等的上涨回调的个股，可能会更好一些。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88.56，高点压力是302.82，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谷歌重新回到了一个黄色带之上，黄带它如果没有压力直接突破，那么就说明目前的黄带它还不属于空方的主导，而后多头依旧还有力量，那么它的黄带就依旧看支撑。黄色带目前的一个支撑呢，大概是246.8前后，那么这里不被跌破之前，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它恢复看涨，或者说整体呢是震荡为主。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红灯转绿灯，是吧？一波调整，红灯转绿灯，恢复看涨，目前保持绿灯，
保持向上。如果收阴跌破飘带，转为红灯，就要小心它是下跌反弹。目前依旧在飘带之上，就依旧看涨。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49.25，高点的压力是255.22，关注这2个点。下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亚马逊啊，亚马逊的话就是很明确的黄色带，而后反弹见到高点回落，并且创了新低，算是最近所看的股票当中呢，相对偏弱的。好，目前离170很靠近了，170作为支撑，前期跌爆170有蓝 K 反包，而后走出了强烈的反弹，目前离170很近，有2根长下影线，所以这里呢，我们认为有支撑是 OK 的，等待绿灯出现，看进一波反弹，有可能在这里有一个趋势的低位的机会啊，中期的低位的可能，毕竟是一个170天线附近的支撑。好，所以可以拭目以待。但是整体从短线看反弹，但是大的周期呢，这里有点圆弧啊，甚至呢是大的下跌反弹啊，所以这个地方最多看反弹。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11.59，高点压力216.64啊，关注这2个数值。最后我们再看到 SMCI 还是在股价的一个缩量回调当中，缩量回调等止跌阳线，当止跌阳线没有出现，所以慢慢的它的波段开始弱于指数的平均水平，目前的运线止线下破，所以有所风险，但是它下破呢还不是说特别的强劲，它的母线是吧破了之后到母线附近有支撑有飘带，上沿它是52.804啊，所以当下这里有多重支撑，没有那么容易跌破母线。又是缩量的回调，量能缩得比较低了，有点类似于低量了，所以这里等待反包阳线绿灯重新看涨。如果跌破我们的飘带上沿，那么就继续延续看跌，那么同时仓位要延续减仓，红灯每次产生都可以构成我们所说的减仓的一个短线的信号。目前低点支撑53.4，高点压力55.61啊，关注这2个数值。以上就是10月1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